一、爱国主义与美国价值。川普以爱国情怀作为开场，例如引用了“上帝保佑美国”这样的语句，以激发美国人的自豪感。他强调了美国自由的独特性以及过去几代人的牺牲，并将自己的竞选活动与这些民族骄傲和韧性的理想联系起来。二、经济复苏与创造就业。川普承诺将振兴美国工业，特别是密歇根州和底特律，并誓言恢复他们昔日的制造业荣耀。他提到将把汽车制造业和其他产业带回美国，强调自己将优先考虑美国工人，而非将工作外包给墨西哥和中国等国家。三、打击通胀和降低能源价格。通胀和高能源价格是他强调的核心问题。川普批评反对派政策推动了物价上升，给美国人带来了经济困难。他承诺通过鼓励国内开采石油来降低能源价格，旨在减少对外国石油的依赖，这样能够降低包括食品在内的所有行业的通胀压力。四、边境安全与移民问题。边境安全是演讲的主题之一。川普批评反对派政策造成了边境危机，并承诺终结非法移民，驱逐犯罪分子，并限制庇护城市。他提出这些措施是国家安全的关键，并认为开放的边境导致了犯罪活动增加、帮派暴力和毒品走私，这些问题需要强有力的边境控制来解决。五、法律与秩序。川普将自己定位为法律与秩序的候选人，倡导能减少犯罪的政策。他谈到将依据外国敌人法驱逐帮派成员和其他犯罪分子。他还表态支持对移民杀害美国公民的案件执行死刑，认为这是对保护美国人生命安全的承诺。六、选举公正。川普对投票机和邮寄投票表示怀疑，建议更倾向于使用纸质选票和严格的身份证件要求的现场投票。他认为这将减少选举舞弊的可能性，并强调这对于保持公平的选举过程至关重要。七、反对觉醒政策和社会议题。川普批评了所谓的觉醒政策，例如允许跨性别者参加女性运动项目。他认为这些政策损害了传统的美国价值观，有时也会损害女性的利益。他将这一批评定为对政治正确性的拒绝，也是对尝试和公平的呼吁。八、对贺锦丽和拜登政府的批评。在整场演讲中，川普特别针对贺锦丽，批评他过去作为加州总检察长的经历，并指责他在意识形态上过于极端，表现低效。他将他和拜登政府的政策与经济管理不善、外交失败和边境安全放松联系起来，并将自己视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人选。九、承诺美国黄金时代。川普勾画出一个他若再次当选，美国将迎来的繁荣黄金时代的乐观前景，包括高工资、低税收和经济增长。他承诺恢复美国梦，振兴经济，带来国家强大和自豪的时期。他认为这在现任领导下已经失去。一、团结与共同奋斗。贺锦丽强调美国是个团结的国家，并提到我们都在一起。他呼吁所有人参与投票，并指出每张选票都至关重要。他强调美国人需要团结起来，共同决定选举的结果，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选民。二、新世代领导的重要性。他表示，美国需要一个新的领导世代，并表明他准备好作为新一任美国总统，带领国家迈向一个更光明的未来。贺锦丽认为选民们的期望与梦想已经被他的竞选活动所唤起，他希望能够承担这个责任。三、反对分裂与恐惧政治。贺锦丽批评了过去10年来因恐惧和分裂而驱动的政治氛围。他强调美国人民已经厌倦了分裂，希望看到一个全新的未来，在那里大家彼此不再视对方为敌人，而是邻居。他希望成为一个致力于团结而非打压他人的领袖。四、
多年来的抗争经验。他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，特别是作为检察官和加州首席执法官的经历。贺锦丽表示，自己多年来不惧怕艰难的斗争，为普通人，尤其是受害者和弱势群体发声。他承诺，如果当选，他将为美国民众而战，不会畏惧任何挑战。5. 改善经济与降低生活成本。在经济方面，他承诺会降低生活成本，包括禁止企业对食品的价格操控，并使住房和托儿服务更为负担得起。他还计划降低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税收，减少小企业的负担，并承诺医疗保健成本也会下降，使得所有人都能享有公平的医疗服务。6. 保护女性的选择权。贺锦丽强调女性有决定自己身体的基本权利，不应由政府干涉。他表示，一旦国会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生育自由法案，他将以总统的身份签署该法案，维护女性的选择权。7. 团结，共同推动进步。他承诺作为总统将寻求共同基础和尝试性解决方案，不会为了政治得分而做出决策。他表示会听取专家和不同意见的声音，并将自己定位为所有美国人的总统。贺锦丽强调，他会将国家置于党派和个人之上，以促进全体国民的福祉。8. 爱国精神与承诺。他说，爱国就是为国家奋斗，并以自己身为民权运动的孩子为例，讲述了他对美国承诺的信念。贺锦丽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价值观，并表示自己见证了美国梦的实现，也希望能帮助所有人同样达成这个梦想。9. 为下一代奋斗的使命。他向年轻一代发出呼吁，特别是首次投票的年轻选民。他鼓励他们为自由、抗击枪支暴力、解决气候危机以及塑造自己的未来而努力，并表示为他们的力量感到骄傲。